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盟，这真是没想到啊！爹，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，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。你帮帮他，他答应了，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。郭先生这是做什么？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。哎呀，不是救我，是救你。哎呀，我出不出去无所谓，只要能救犬子的命，就是让郭某赴死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定救你出去。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，郭征送了你本册子，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？爹，怎么样啊？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。那要按照这上面说的，范闲就能把事儿办好了？春闱上细则之外的规矩，这上面可没提呀。那他们就是要害你。这个郭征到底是谁的麾下呀？从往日看，并无投效之处。藏得深。哎呀，爹，那就别管他了，你快点把这个规矩跟小范大人说一说。事成之后，他还要救你出去呢。规矩不急，老夫问一句，这次春闱，小范大人有多少门生啊？我哪有什么门生啊？一个都没有。我年纪轻，也做不了做事。与考生无来往，这是好事，省了很多麻烦。小范大人，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前几日倒是见过几个考生，只是见。一起聊了会儿天儿，喝了酒。那就是门生了。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。那不重要，在其他人眼里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。哎呀，爹，你别管什么门下不门下了。庄墨涵庄大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了，他现在也是文坛传承，有几个门下很正常的。你别打岔。哦，小范大人，春闱上考生们最痛恨的是什么？舞弊营私。你的门生就是营私的门路。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，会有人帮他做。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？爹，我朝春闱跟北齐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尹鼎，司主，哥，你们找我个事儿？干嘛呀你？别架着我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放开我！这还憋着跟范闲争家产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那都什么时候事儿了？现在都一家人，你娘有事求他。求他别害他呀！什么害他呀？四哲说的对，您是长辈，您跪我这儿让人瞧见了，你可不是害我吗？啊，不是，就咱们仨，我这又没人看见，偷偷。我嘴太快了，娘，我真忍不住啊！哎呀，哎，姨娘，咱都是一家人，
啊，有什么求不求的，有什么话您尽容说。咱不坐着说啊！来，来，姨娘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哥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吧，姨娘我年纪渐渐大了。啊，姨娘永远年轻。你这孩子这么会说话呀？思哲要跟你一样就好了。他这孩子吧，从小就淘气，我有时候看着呀是真烦，可是看不见吧，我又想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。姨娘这是想说，能不能不让他去北齐了？姨娘放心，这次思哲回来，本来就没想让他离开京都了。真的？您还没问我呢，我要去北齐。范闲都说你不用去了，不是他让我去，是我自己想去。为什么呀？这次北上吧，其实我见识了不少，虽然是有些危险，也有点苦。所以你别去了呀。娘，你让我说完。但是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。您看，过去我在京都待着，是又安全，也吃喝不愁，但是天天吃喝玩乐的，那活着有什么劲呢？我这回去了北齐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，虽然就帮庆国帮了这么一点点儿，但我觉得也够了。我不想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无所事事、无人在意的范思哲了。那，你还去北齐？去做什么呀？我过来跟你说，哥，我听说你接管内库之后要和北齐通商，有这回事？这主理人想好了吗？还没想呢。我帮你想好了。为什么想走这条路啊？我是庆国人啊，这不是为庆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吗？还有吗？也想给我个人争取一点点小利，我想挣点小钱。那我问你啊，为什么我选你啊？那你干嘛不选我呀？打虎亲兄弟呀，咱俩这关系交给别人你放心。反正交给你，我是放心。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。啊！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？您这是同意了？我也想看你长大嘛。行，那我收拾收拾，我明天一早我就走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，春闱之后是我跟你嫂子大婚，怎么着你也凑完这个热闹再走。行行行，那感情好。那春闱什么时候？完了，好紧张啊！昨晚都没怎么睡着，你这酣成鼓的号召都响，是我一宿没怎么睡着才对啊。侯兄，我现在好像达到一种境界。你看我在家时，这书背的挺好，走了一半忘了一半，到了这儿全忘了。清醒一点呀，要考试了。段嘉林呢？啊，他说他去买面饼了，让咱们先走。哎，慢点。真多呀！万里征流，同福龙门。是啊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！抱歉。来。侯兄，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，还有劲儿喊呢。我这不是被挤精神了吗？抱歉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怎么出来了？时辰快到了，考生们就要进场，都不容易啊！一生苦读，就为了拼这3日。这3天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院，所以被褥、吃食你都带着了。平时辛苦啊！这东西带的多了，夹带小抄的机会也就多了。小范大人掌管入院稽查一职，这头一关是重中之重。郭某不太放心，想过来看看，怕你忙中出错。郭尚书这为人也是没得说。一些后辈理所当然嘛。
哦，你又在这画呢？时间来不及了嘛，这得抓紧纪念一下。你放心，我查过了，既不违律法，也不犯规矩。郭尚书真是守规矩，读书人嘛，总是有分寸的。大人，这是工作日志。郭大人，这个造型这么白，更有力量感啊，是吗？力量，情绪，重要的是情绪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考生怎么还不来？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。龙门桥。来了。诸位早上好，我是范闲，是小范师先，未来的文坛宗师啊。今日是春闱的日子，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，拿着智慧库的金钥，带着万卷书的头脑，顶着自信的光环，踏着好运的滑板，一路扬帆起航，驶向高，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。加油，雄起！祝福的话说完了，范某有一点丑话，也要说在前面。今日春闱，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。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，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。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，一律取消春闱资格，绝无转还余地。范某，拜托各位了。排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东西准备好，查验身份。好嘞。下一个。这边排队。你的东西拿出来。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？来搬把椅子。不用，缓动作，还得重新画。一个一个来。小范大人，你忙你的，我这看看就走。
郭尚书辛苦。应该的。用心查，查仔细些。好，下一个。都来排队啊！一个一个。机场的嘉玲呢？东西都准备好。在前面呢吧，丢不了。查验身份。赶紧进吧。你没瞧见小范大人？下一个。来，东西放这儿。还真有人夹带小抄啊！咱是不是来晚了？瞧不见小范大人了？进门就瞧见了。又是个藏小抄进考院的无耻之徒，活该，书都白读了。哎，就到我们了。听说小范大人会亲自稽查。哎，你说这诗仙，他得长什么样啊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大人，先让吃的过了。转过去。好，这边走。背书放这儿啊。哎。来，往前走。敢问兄台，下一个。那边坐着的那位是何人啊？你连范闲范大人都不认识？他就是范闲。哎，莫说这话。转过去。我眼花了，这不是跟咱们聊天的那位公子吗？他竟是小范诗仙。哇，真是他！去！下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菜饼。大人，这里没有纸条。这里怎么可？出去，走。我没带小抄。这是什么？胆子真大呀！这是不想考的呀。回大人，学生不知。学生当真不知此事。我作证，杨雄才学非凡，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。叫什么名字？哪里学子？学生杨万里，泉州人士。杨万里。正是。小范大人，这不是你的门生吗？范闲跟他们见过面，看来这4个就是小范大人看好的了，不费几个人里入手，4个都下手，那就过犹不及了。挑一个，杨万里。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觉着吧，春闱应该干净，是得干净。那就按规矩办。那就好。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春闱资格，赶出考院，礼部记当，永不录用。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。郭尚书恕罪。恕什么罪？回尚书，这东西是我方才偷偷塞进去的。
东西是你塞进去的？正是。为什么呀？在下从小读不进书，没前程可言，心里不平，就想坑个学生玩玩。什么叫玩玩？你想坑人？小人心眼坏，那怎么又站出来了？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，突然良心发现了。这不是纯胡扯吗？回上书，句句属实。此话谁能信？上书，别生气啊！一把年纪了，再气坏身子。小人好惭愧。你先闭嘴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杨兄绝不是这种人。郭尚书，礼部的规矩我确实不懂，能不能多问一句？请讲。您刚才说要把这考生逐出考场，礼部记党，正是如此。那这罚的可够重的。请问他犯什么错了？夹带小抄，人品低劣。哪有小抄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众目睽睽，那是我干的。闭嘴。好嘞。您说这个呀？这要定罪的话，这就算罪证。要不，咱把罪证打开看看？当然得看，必须得看。我也想看看，这都写的是些什么？肉饼2钱1个，面饼1钱2个。菜呀！这饼价也是圣贤定的。哟，这卖的还挺全乎，还有卤菜。既然是饼价，为何藏于篮中？这篮子里装的什么呀？这篮子里装的才……啊，那有没有可能是店家不小心掉进去的？又或者是我记错了？这肉饼2钱1个，确实是上古奇书圣贤所言。要不郭尚书再查查？哎，3日用餐不可油腻啊，你得吃面饼。学生受教了啊！快进去，进去。上！你又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我睡糊涂了。胡闹！春闱稽查何等大事，罚你1个月俸银。小人认罚。郭尚书觉得呢？哦，小范大人，这边的事儿您多费心，我还得去考卷那边看看，累呀，闲不下来，闲不下来。郭尚书辛苦，郭尚书好走。谁教你的？回大人，小人是林相麾下。林相的意思，春闱若有麻烦，小人替大人接了。你自己的命不要了，用兵一时。回去转告师伯，回沪的心意我领了，春闱的事儿我自己接着。大人，邓子岳一路上暗中护着几位学子，只有杨万里被塞了职。谁干的？谢必安。那就没错了。郭征是老二的人。我这不是被挤进去了吗？给我进来！这郭征手段可是够恶毒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还有3天，咱们好好陪郭大人玩玩。
诸位，考院巡查防火一事是重中之重，而郭征在这册子里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我猜这就是他给大人设的陷阱。这边也都有火油。哎，大人，这即使掺了火油的蜡烛，那点着了也不过就是冒几个火星子啊，燃几个小火苗，它也不至于引起什么大火呀。不对，那要是考生在休息没盯着火烛呢？哦，那倒是。你想想，这考生们用火烛是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因为考场内昏暗，把这火烛凑近考卷，照亮考卷之用。对喽，所以这火不用大，把卷子烧了，不就事儿大了吗？哎呀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听见没有？这批火烛不能用。大人，可是现在去哪儿搞这么多火烛啊？3日内，所用火烛皆由监察院提供。还有啊，把这个麻烦转交给尚书大人。辛苦了啊！入库账册什么意思？监察院的人说，我监察院为考生们提供火烛，此乃大善之事。但是呢，咱们在商不是在官要严官啊。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守规矩。这春闱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，那这火烛之钱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。当然了，既然是大善之事嘛，这火烛之价钱呢，可以给你减上1成。什么叫在官严官？哪有这种词儿啊？再说这火烛，这监察院要插手了，咱们不是准备了吗？小范大人也有传话，郭尚书，这几日啊，范某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您猜怎么着？火光之灾不吉利啊！我就想着把这些蜡烛全换了，用我监察院的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，都算到范某头上。当然了，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，但凡没事儿，咱就用回去。您说好不好呀？这掐指一算是有点胡闹了。再说了，人家都说血光之灾，哪有火光之灾这一说呀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就按照小范大人说的，自家蜡烛再查一遍。这小范大人也是忧心国事，本质是好的。那监察院的蜡烛用用也行，那还得再付一笔银钱呢。照付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说好少1成吗？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？还有运费呢。也不能耽误了考院学子不是？就照着办吧。来啊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小心用火，手啊，好嘞，注意安全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多谢，小心使用，谢谢，小心火烛啊，来，拿好了，好，小心用火啊，来，注意安全，谢谢，谢谢。除火之外，还有个水。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，
即使饮用，也为防火。若是这水有问题，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。大人，这水里有毒？那不至于，那就好。水放了很久，已经腐坏，绝对撑不过3天。按大人的吩咐，医处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，全换了。脚步倾斜啊！这次就别收运费了，都听大人的。大人，这火烛的事儿，咱不给他弄大了吗？几只火烛被动了手脚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这种麻烦要等大火起了才算致命。那大火要是真烧起来，那就全完了，可不是吗？那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啊，这些学子们的性命吗？你觉得呢？真奇了怪了，他们平时还有脸说什么父母官、父母官？我本来觉得自己心够狠了，没想到他们才是高山仰止。哼，这种高山呀，垮了才好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疏漏？水、火，咱都排除了。衣食住行，吃喝拉撒，这吃喝呀，都是考生们自己带的，他们不可能一一去做手脚。这是干什么去的？这是出大工去茅房的。不是隔间里边都摆了马桶吗？以前是都用马桶，可是毕竟这考成为3日，气味难闻，影响这些考生的发挥。又是小范大人的主意，大人，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就说人手不够，来不及。他从监察院医处调的人，根本没找咱们。考院重地，不得擅入。大人，监察院监理天下，按规矩，他们连考生都能当面带走。那你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请大人调礼部库房的木料和砖石。那是金丝楠，是金砖，建什么茅厕？他说是夸张了点儿，但是什么？但春闱由礼部操办，人他可以出，材料得由礼部出，这样才叫不违律法，不犯规矩。啊，去一下！规矩是得按规矩办。大人，老邓他们新修的茅房修好了，绝对不会影响氛围。大家辛苦了。这想起来就后怕呀！啊，你说他们多阴损呐！啊，在这茅房里边加火油，这天黑下来，啊，学子们拿着他们给这蜡烛，但凡一个不小心，那就是一场大火呀！老王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就那种地方，不光着火，它还能炸。你说这地方它要是炸了，那不得在史书上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：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，由范闲范大人主持的春闱啊，众学子葬身于，这多丢人呐！这个还有3天，无论如何，我会护住他们安全。他们的命，父母官不在乎，我在乎。父母官不想保，我来保。
可惜，您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他们却全然不知啊。好人好事不留名，还请叫我红领巾。不，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巾？红领巾。蜡烛和饮水都换了，连茅厕都现搭了一个。郭尚书还收买了几位考生，3日内找法子再构陷范闲就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水火不起，终无大事。范闲这圣恩啊，没有几10条人命，压不下来。好歹也敲打敲打。既然敲不死，何必枉费心机？让郭征收手吧。可惜了这上好的机会。这事儿啊，有蹊跷。郭征的手段换我，搞不好也要被坑了。范闲奸诈？不是，这些细碎小事，也只有礼部打磨多年的老人才能够瞧得清楚，要不然谁会查看蜡烛饮水呢？礼部有人帮他。会是谁呢？有人晕倒了，怎么回事？收卷。
这小范大人做事啊，确实细致，监察院都来帮手。哎呀，这3天是滴水不漏，毫无意外，可喜可贺呀！我也早就看好小范大人。郭尚书慧眼识珠啊，礼部有了郭尚书，便如大旱遇甘霖，枯木又逢春呐。卷子收上来了，哎，一切顺利。接下来就是无名誊录，哎，绝不出意外，尚书大可放心。小范大人，好，这几天您可是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府上休息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得监督这个胡明抄录，陛下给的差事可不能懈怠。能者多劳。所以这就是胡明。对，人民胡住，方可秉公执断。那边就是抄录，所有的卷子我们都会统一抄一份，毕竟字体这东西啊，也容易泄露身份。细致。抄录完毕，再送去阅卷，仅凭才华取胜。我要是想做手脚的话，该怎么做呀？小范大人说了什么？我是在说呀，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，该如何行事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！我不做这事儿，我就是好奇。那绝无此事。咱不聊现在，以前也没有过呀。不拿我当自己人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？长短不一，也是标记。那边是抄录区对吧？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，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。绝无此事啊！小范大人这是在哪里听的？都是传闻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。毕竟谁也不想死。开个玩笑，各位好好工作，我学习学习。郭征传话，
范闲对礼部手段了如指掌，本来想着让帮一把殿下门客，如今看来不太方便。什么门客？我哪有门客？要早知道啊，王某也应该去考上一考，兴许就着大人这鸿福啊，王某还……你这脚底下能不能有点动静啊？启年兄，这是小范大人的饭呐。啊，那启年兄，这又是……哎呀，这个肉啊，你知道啊，这是我家爸爸最喜欢的啊。哦，明白了，启年兄这是在偷小范大人的肉。这怎么能叫偷呢？你想，小范大人正在休息啊，他不吃这些菜了，这菜啊不能够，对吧？那也不能这样吧？不是，这菜如果没有人吃啊，就会被倒掉，那不就是浪费吗？但是浪费总是不好的吧？倒也是。那我这么做，它有什么不好的吗？启年兄，你这么绕我，这个事情就分不出是非曲直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坐，哎，一块吃，别客气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请你啊，尝尝小范大人家的饭啊，来尝尝啊，这个肉呢，啊，给我家姑娘留着，咱们把这个麻烦的啊有刺儿的鱼，咱们把它吃啊，来，那可是启年兄，你让我吃的。哎呀，我让你吃，哎，你尝尝这鱼眼睛啊！你平常看文书看的太多，补一补眼睛。哦，哎，即是，那我就尝尝，怎么样？鲜美。哎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自然是好吃，要不然你看我都长胖了。哎，你再尝尝这个啊！启年兄，小范大人，这还要睡多久啊？你有事啊？是，这不是礼部那边嘛？这个会试的榜单已经下来了，按照规矩放榜之前，得咱们先过一遍。院长看不就完了吗？那院长让我送来给小范大人，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让大人多睡会儿，咱们多吃会儿，不好吗？来，你尝尝这个啊！哎，对，我先尝一口啊！哎，好吃，尝！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特别的味道。此为何物啊？酸辣。大人请了。没事，接着吃呗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老王也别装傻，嘴上酸奶都没擦干净啊！大人何为酸奶呀？有事儿啊？哎，这是会试的榜单，院长让我送来的。你们吃你们的。啊，我先找着我那筷子去啊。哎。行了，你接着吃吧。哎，怎么了，大人？杨万里落榜了，这上面没他名字，是不是犯什么忌讳啊？老王，吃完饭陪我去趟礼部。哎，
不吃了。哎呀，你就别跟这儿绕了。哎，大人，怎么样啊？翻了翻审过的卷子，高中那一批里边有杨万里的，不是胡明了吗？考院里边看过他写的策论，内容我还记得。那是谁抄名字的时候抄漏了？不是，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，但名字改了。要个公平，这么难吗？这得查呀，大人，看看是谁顶替了杨万里。不用查了，这名字我认得。认呐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足够了。顶替杨万里的名字就在其中之一。太子门生。敢问大人，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人？就他一个，除他之外，其他名次一切正常。大人，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慎重。二殿下已经与您心生嫌隙，此时如果再与太子交恶的话，此事要好好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这个人说了话就得算。什么话？这届春闱要干净。老邓，你带医处的人把这儿给我围了，没我的手令，谁也不许放榜。领命。王启年在呢，去东宫。殿下，范大人不请赐来了。为何不早禀报？快！您要的知医今天也好了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谁安排的呀？您安排的。小范大人，这么匆忙的来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来，里边请。原来范兄是为此事而来。这是特意让你瞧瞧，喜欢哪身啊？我又不懂这些，这是哪个铺子的手艺啊？我做的。殿下啊，随便画的，寻制衣的来做。设计师啊？什么师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怎么都蒙着面啊？面相看不得，气质都对不上。懂了。殿下这些衣裳是为谁量身定制啊？不为谁，瞎胡闹。水平很高，不算胡闹。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这要是换个人，就要劝我专心国事了。人嘛，总要有些闲趣。对了，这春闱榜单冒名顶替之人，的确是我门生。但是我说此事与我无关，你信吗？当然信。要是殿下做的，绝不可能只换一人，也不会专门针对杨万里。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，引你我相争。看得准。范闲把考场围了，全城都惊。然后呢？然后直接去了东宫。难道是太子在榜单上动了手脚？太子可不傻，奇了怪了，陛下都开口了，谁会在这个时候动春闱？那除了我二哥，还能有谁呀？不像是他的手段，太直白了些。
是谁可以慢慢查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收尾啊！好歹是我门生，不如将错就错。这样，姚万里那边呢，我保他1年之内入仕途，怎么样？假如将来有一日有人将此事移交圣驾之上，参殿下一个春闱舞弊，结果会如何？岂能授人以柄？还是你看的严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忍了。岂止不能忍，还得闹大点。怎么闹？闹到监察院吗？这是春闱考院，是礼部直属之地。你等拦在此处，若误了明日放榜，谁来领罪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愿担此责。哼，监察院什么时候把礼教法度踩在脚下了？刀剑无情，还望尚书大人自重。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怎么无情。诸位同僚，我一处经年守礼，了然人情世故，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？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。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诸位同僚，小范大人为众生封考院，此等风范天下少有。他说的都是真话。邓某此前终日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，可以说是耳聋眼瞎。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，一处不一样。我相信一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，行使监察百官、震慑监宁的职责。故此，邓某此生决计追随小范大人，还请诸位同僚此后行事对得起身上这身官袍，对得起大庆。对大庆。入宫见驾，小范大人和太子殿下。正是如此。为了什么？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。本届春闱。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。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街巷满是传闻，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。不愧是小范大人。哎，不过你怎么老能听到这街巷传闻？我怎么就没听到？街巷传闻，谁传出来的？街巷传闻嘛，那谁知道啊？春闱舞弊何等大事，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，这事儿不合理啊！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，借民心为弊助，有道理。若不是监察院，消息哪会传这么快？这样一来，那就只能勇往直前，再无退路。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？谁推他？为了什么？扑朔迷离，瞧不清。侯公公呢？回大人，陛下那边走不开。贵姓？可不敢言贵。小人红烛。年纪轻轻就能替侯公公当差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多亏了检书司戴公公美言。检书司？就是给大人行贿3000两的戴公公。戴公公犯下大错，宫里最后问他谁适合接掌检书司，他就说了我的名字。等等，你们2位什么关系啊？回殿下，非亲非故，就是替戴公公捡了次鞋。那这么说起来，你应该怪我。该谢大人。谢什么？若不是戴公公倒了，我哪有接掌检书司的机会？若不是接手检书司，哪有被侯公公赏识的可能？说到头，都该谢范大人。
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，宫里说话不该这么直白？大人才华经世，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，小人感佩至极，心绪难平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天下学子而来？大人所言所行，传闻已广，传闻已广，满城皆知，叫人钦佩。是你故意放出消息砸收拾，手段高啊！没事了，带路吧。启禀陛下，太子求见，范闲求见。儿臣见过陛下，见过陈院长。陛下和陈院长要是有要事商议的话，臣可以先告退。没有商议，送东西。陛下，范闲有大事要向陛下禀报。他有大事，你干嘛来了？此大事跟儿臣略有关联。那你就说呗。是，这春闱榜单被人动了手脚，本该上榜的学子换成了儿臣的门生。春闱舞弊事关重大，这分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儿臣。儿臣委屈啊，所以儿臣以为此事应该严查。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臣觉得此事荒唐啊。范闲，春闱稽查是你领的差吗？是我的差事。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差事办完。考院医处已经查封了，榜单也会修正回来，只是到底是谁动的手脚？该查下去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春闱科举是国之命脉，臣觉得该查。那就查呗。谁来查？年轻人，你们应该多做些事情。该查多深，敢查多狠。这些都是5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，到现在没有结果。为什么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人敢查呀。因为查出的结果牵扯多少人啊？到底该查多深？该查多狠？该查多严？不敢呐，到现在也没人敢查。臣胆大妄为。你查？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，你受得了吗？臣自己接着。看好，有这许多折子，整顿吏治，义不容辞。查。
今年的案子是该查，往年的案子你查他做甚了？赤胆忠心呢？啊？不查不行啊，殿下。这台阶也起了，名声也立了，没退路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和陈院长想让你查？谁说不是呢？不差事，得罪人。我得罪的人还少了。哎，你不容易啊。母后召见我，你先行一步吧。好。方才多谢洪公提醒。借一步说话，请。有话说。你这是哪出啊？小人原本姓陈，是颍州人士，被贪官迫害，夺我家产，全族灭门。小人侥幸逃得性命，无处可去，才入了宫。哪个贪官？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。颍州知州。恩公惩贪除恶，如今这贼人依然抄家入狱，被判了斩立决。若不是恩公出手主持正道，小人的血海深仇，绝无得报。这陈院长查的名册，督察院办的案子，怎么写到我头上了？小人虽然愚钝，但也明白是恩公在推行此事。我不信。你这身份，如今宫内几人知晓？入宫之时，登记在册，我是胶州人士。在这宫里，我只姓洪啊。本族往事无人知晓。洪字怎么来的？入宫时遇到一位姓洪的老太监，对我有所看顾，我便也姓了洪。从今往后，我便只在心中记得大人恩情，除此之外，绝口不提。先带路吧，好多事儿要忙呢。大人请。范闲把金榜换名的事捅到圣驾前了。那不止，陛下把这几年的舞弊案都丢给他了。可金榜上冒名的，毕竟是你的门生。母后，我觉得范闲说的对，这事不是我安排的，终究是隐患，莫不如光明正大。至于门生嘛，也不差那一两个。话是这么说，终究落了你的脸面。我哪有什么脸面啊？你是太子，正因为是太子，才要不得脸面。人呢？啊？人？不是都让老邓带着去封考院去了吗？你瞧这脑，来给我吧。别，大人，我不累，我都抱会儿宫里的东西。还得辛苦你去给邓子越传个话，春梅放榜，一刻不能耽误。
哦，那榜单呢？自然要把杨万里的名字改回来。那谁改？不会吧？不是，这么多字儿啊！啊！咱不就把这个名字一划，写上杨万里3个字不就行了吗？哦，道理倒是没错，毕竟是金榜嘛，直接在上面修改涂抹，有失体统吧。是啊。可是这万一我错了一笔呢？祁年兄，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。有什么好处啊？比方说，手抄金榜者，从古至今唯祁年兄一人耳。那是啊。可是我这，不，这万一错了，哎，老邓，还是你来吧。哎，使不得。大人是吩咐，您错了。不，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。那我命也好呀，我不用做这事儿。按理说，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。大人说了，这放榜之事啊，年年都是礼部来做，他们也累了啊。今年呢，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。可也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。大人还说了啊，这届春闱啊，要的就是个公平。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公平。对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啊？大人那笔字儿，啊，哎呀，确实是，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大人现在正忙着呢。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，都扔给大人了，大人正查案呢。都是些陈年旧案呐，从何查起？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这万一写错了呢？我也是担心大人嘛。在牢里查。牢里？哪里的牢？咱医处自己的牢里，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！哎呀！看看歪没歪？祁年兄，无从判断呀。这看不出来吗？委实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么着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我爹。
不是，我是说一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王启年说了，老王就让你进了。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？那当然算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既然是暗中行事，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？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？你这什么话？居然很有道理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范闲求我爹做事，事成之后，万一他要杀人灭口，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，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，待在地牢里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，大家都方便。爹，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，喝茶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么信任我？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，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。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，把我从刑部调到一处，在这里住着，舒服多了。待几天就放你出去，放心，不灭口。其实，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能查吗？查是能查呀，但是查完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能往城卫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：太子、皇子、长公主、林相、陈院长，还有军部老秦家，这几个哪个能治罪啊？放心，我不傻。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。小范大人明鉴。背后的动不了，还有办事儿的。从中调停，收取钱财，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。动一批吧，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，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。要查办事的，差不多都是礼部的。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？大人，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？郭先生莫开玩笑，是大人先开的玩笑。那就一个一个查，犯错的都不放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列个名单。这些人办事毛躁，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。麻烦了。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。什么苦主啊？那些被诬陷的、被收买的、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，他们就是苦主。办案嘛，总得需要原告嘛。多谢郭先生提醒。不要谢我，是天下学子该谢小范大人。严重吗？扫清积弊，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，再怎么谢都不算重。谁找我？在门口。小贤贤，太保，快进来！你出来吧！你进来！你出来嘛！你进来吧！哎呀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进来我就出去。我进不去，你快出来嘛！快！刚才叫你进来，你怎么不进来啊？不行的，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，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，别人会笑话你的，你就该没面子了。胡说，谁敢笑话你？进来看。不行啊！我就来看看你。谁带你过来的？袁先生啊！啊，就他一个？袁先生陪着，爹放心。那肯定的。小贤贤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爹要请你喝茶。
世伯要是找我，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就行。干嘛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？大宝他自己也想你啊。大宝性子纯真，难免会受欺负。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啊。话里有话。大人，您想多了啊。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，麻烦小范大人陪着大宝回府。你忙你的。放心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护着大宝。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古古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？有可能。陛下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不瞒你说，这些年往榜单里塞人的事，我确实也做了不少。真要查，第一个查我就行。别看了，没试探。说真的，这能怎么真啊？你接手此事，转眼间全城传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，为接手内库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今日上殿，陈院长提醒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真要查，查谁？查谁都是祸事，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查我算了。我提前弄几个人，到时候扔给你。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，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。做官嘛，过于悍勇，下场堪忧。世伯真是如同蜡烛一般，什么东西？燃烧自己，照亮了我。乱七八糟，什么歪理？还没来得及谢过世伯，春闱那天，你也替我考虑着。你自己做得很好，我的这些安排，你都没用着。这份心意一时难得。我这个位子，一人之下，既然能护着你，就多护着些呗。啊，总得给你些时间，待你抽枝发芽，亭亭如盖，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。绝不相负。也不必如此认真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。你且安心，万般烦扰都有我在。哎，这袁先生去哪儿了？我等着他下棋呢。要是我悔一步，这盘棋我还能赢啊。袁先生不是办事去了吗？办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是你安排的。去见男的还是女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袁先生，瞧上去一本正经的，我早猜他道貌岸然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边藏着个偏房啊？你有没有偏房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板儿。死离离。